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冯小刚豪掷1亿，赵丽颖领衔全女团新作，震撼来袭。冯小刚压住赵丽颖转型硬核现实题材，向阳花上演底层女性复仇记。赵丽颖素颜暴打混镜头刷屏，冯导放狠话拍案板上的人生，这次再输就退休拍网大。1.2亿粉丝能否撑起3亿票房生死线？冯小刚这老炮儿最近可是摊上大事儿了。新片向阳花砸了1个亿，就指着赵丽颖这棵摇钱树翻身呢。想当年，冯导那可是响当当的贺岁片之王，一部电影能让全国人民从年前乐到年后。可这几年，冯导的片子一部比一部亮，私人定制被骂圈钱。只有云知道票房惨淡，《非诚勿扰3》更是亏得裤衩都没了，连葛优和舒淇这对王炸组合都救不了场。网友们也纷纷吐槽，冯导的幽默是停留在大哥大 BP 机时代了吗？双引号，冯导这回也真急眼了，知道再不改变就的卷铺盖回家了。这次的新片向阳花，他算是把全部身家都赌上了，投资1个亿。对冯导来说不算多，但想想他之前的几部电影赔得有多惨，这1个亿估计也让他肉疼了好一阵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把女主角从舒淇换成了赵丽颖，题材也从他擅长的爱情喜剧变成了女性现实题材。这转变就跟老北京炸酱面馆突然开始卖螺蛳粉一样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网友们都议论纷纷，冯导这是想借颖宝的流量东风重新杀回票房榜啊！双引号，赵丽颖这次的角色那可是相当带劲儿。她演一个为了给聋哑女儿买20万人工耳蜗的妈，结果把自己送进了监狱。出来后，她带着4个各有各的毛病的姐妹，摆摊卖煎饼，跟黑社会对着干，活脱脱一个底层女性复仇记。这剧情比电视剧还精彩。冯导这次的选角也够奇葩的。王菊演暴躁纹身师，程潇当聋哑外卖员，兰西亚化身假释官，这阵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女团的公演呢。粉丝们都为颖宝捏了一把汗，颖宝的演技是没得说，但这阵容能撑得起这现实题材吗？不会演成过家家吧？双引号。不过颖宝可不是吃素的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她素颜出镜，学手语，在城中村实景拍摄，据说连冯导都对他刮目相看，说他眼里有股不服输的狠劲儿。看来颖宝这次是铁了心要转型了。冯导这次为了票房，那可是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。首先，他紧紧抓住了流量密码，赵丽颖那1.2亿的微博粉丝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去年第20条里，颖宝演的聋哑母亲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这次直接升级成硬糊妈妈，粉丝们早就摩拳擦掌准备包场了。再看看预告片里，颖宝抡起煎饼铲子暴打混的镜头，那叫一个霸气。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，话题度直接拉满。冯导还玩起了情怀牌，把芳华里文工团的怀旧滤镜换成了城中村屋顶唱秦腔的土味浪漫，还放话这次要拍出案板上的真实人生。这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拍纪录片呢。可话说回来，这1个亿的投资，票房至少的3个亿才能回本。看看冯导近几年的作品，除了《芳华》票房破了10亿，其他的都扑得悄无声息。这次向阳花到底能不能行？会不会像烟花一样，绚烂过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？有人看好赵丽颖的国民度和女性题材的共鸣，觉得向阳花说不定能复制你好李焕英的票房奇迹。也有人觉得冯导已经过气了，这次估计又要赔个血本无归。冯导自己也说了，要是这次再输，我就退休拍网大去。看来他是真的背水一战了。向阳花究竟能不能成为冯小刚的翻身之作？赵丽颖能不能再次创造票房神话？在今天的电影界，一部大制作小屁热选作品就能引发大量讨论和关注。而这一次，
知名导演冯小刚把目光投向了超小 P 和他的全女团新作，让许多人出了意料之外的惊讶和期待。在这个激烈竞争的娱乐世界里，一个实力演员的选择和进步往往残酷而实际地水准着他们的未来。超小 P 这位从可爱可信的肖洛西到具有丰富层次观念的战神王姐，已经在艺术路上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趋势。这次，她被冯小刚直接指定为新片主角，也是对她多年表演实力的最大确认。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在于它的全女团概念，这并不是简单的将女性角色列在一起，而是冯小刚为了能够展示女性主题的战略部署。从当前传出的演员列表来看，这将是一部聚集了中生代和新生代全场大展之作，并且主打女性力量，让人等待持续揭开的许多秘密面纱。超小 P 在担任女主角同时，还将夺得更多剧本及作业上的自主权，也将全新挑战自己的表演方式。在她从年轻就开始发展的演员生涯中，每一步都是其自己的突破与进步。最近，她从繁华双子座姑姑到精英式民国女官员，从情感集中到历史大剧，展现了诚意并且珍视自己大义进步的心态。这一次，她能够拉动这部电影拍成如何？全网视频和网友都在往下看。王一博要离开乐华，乐华的大看板不要了。王一博与乐华的合约博弈牵动资本神经，他一人撑起公司半壁江山，3年狂揽超10亿营收，被戏称乐华命脉。当顶流艺人手握自主权攀岩逐雪，公司却困在失去王一博等于跌入寒冬的焦虑中。这场解约罗生门正撕开娱乐圈资本与艺人的权力拉锯战。王一博的粉丝们最近心情跟过山车似的。前脚王一博疑似离开乐华上了热搜高位，仅半小时后，官方后援会就赶紧出来辟谣。但有知情人士爆料，后援会只是在玩春秋笔法而已。王一博此时此刻的确还没跟乐华分手，因为他的合约要到26年10月才到期，但这不代表他没有到期不续、另寻去处的想法。这剧情起伏比内娱选秀节目还抓马，简直让人应接不暇。一切起因就是最近乐华发布的最新公司艺人名单里，唯独漏掉了王一博，这实在是太反常了。毕竟作为公司摇钱树，王一博必然是要排在名单 C 位的。据乐华公司的招股书显示，截至2022年前4个月，王一博贡献了公司1半以上的收入。20、21、22这3年间，王一博更是让乐华赚了10.83亿。这意味着王一博的动向完全可以影响到乐华的股价。2024年乐华股价暴跌期间，王一博的合约状态便已引发投资者担忧。而此次缺席宣传事件无疑对乐华是有一定影响的。有网友揶揄道，没准这次辟谣是为了应付28号的股东大会。毕竟乐华这几年来再也没有推出一个大流量艺人了。网络上一直有个梗，说乐华话事人度化，前半辈子靠韩庚，后半辈子靠王一博，富贵一生。韩庚在鼎盛时期回国后，算是把乐华带入了正轨，而让乐华正式成为内娱王牌经纪公司，是19至22年，正是王一博因为陈情令跻身顶流以后，给公司带来了90%的流量。后面王一博影视时尚商务全面开花，甚至能够给公司带来了合作商，让其他艺人也能分一杯羹。这种情况下，乐华哪敢放人啊？王一博一走，公司怕是要直接进入寒冬模式。因此前2年就有消息称，公司为了留住人，跟王一博重新签订了条约，给了他更多自主权，想接什么戏，想谈什么合作，都随他愿。哪怕王一博不想接戏的时候，每天各种攀岩、攀冰、雪山攀登，当个岩羊，把极限2个字刻在了脑门，公司也不敢多说什么。这艺人跟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内娱来说，也算是独树一帜。如今这场解约罗生门尚未尘埃落定，
却已撕开娱乐圈光鲜表象下的资本博弈。对王一博而言，选择背后是顶流艺人对艺术自主权的追求；对乐华来说，则是如何摆脱王一博依赖症的生死考题。近年来，王一博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，从偶像歌手到演员，再到职业赛车手，他不断拓宽自己的事业版图，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然而，近日关于他即将离开乐华娱乐的传闻却不胫而走，引发了无数讨论。乐华娱乐作为国内知名的娱乐公司，旗下艺人众多，其中王一博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之一。自2014年加入乐华以来，他经历了漫长的练习生生涯，最终以 UNIQ 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。尽管 UNIQ 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，但王一博凭借个人努力，在影视、综艺、音乐、赛车等多个领域崭露头角。可以说，他的成功离不开乐华的培养，但同样，他的个人实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。那么，王一博真的会选择离开乐华娱乐吗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一点，王一博如今的个人品牌已经远远超出了乐化艺人这个标签。他不仅仅是乐华的当家艺人，更是国内顶级流量之一，拥有着极其广泛的商业价值。如果说当初的他需要依靠公司资源来推动自己的事业，那么如今的他已经拥有了完全独立运营的能力。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，王一博的事业重心正在逐步转向个人发展。他的影视作品选择愈发谨慎，团队运作也逐渐趋向于独立化。例如，他的品牌代言、影视资源、赛车合作等都展现出极强的自主性，这也让外界产生了他即将离开乐化的猜测。当然，乐华也不会轻易放走这样一位顶流艺人，毕竟王一博对公司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。他不仅是公司最具影响力的艺人之一，也为乐华带来了大量的商业资源和关注度。如果真的要分道扬镳，双方势必会进行长时间的博弈。此外，娱乐圈的艺人出走并非新鲜事，从早年的韩庚、鹿晗，到近年的蔡徐坤、朱一龙等，许多艺人在达到一定高度后，都会选择离开原公司，开启更加自由的职业生涯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王一博一定会效仿，毕竟每位艺人的发展轨迹都不尽相同，合适的模式才是最关键的。目前，王一博与乐华之间的合作仍然保持稳定，双方都未对解约一事做出明确表态。但可以预见的是，无论他最终选择继续留在乐华，还是另谋出路，都不会影响他未来的事业发展。对于粉丝而言，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他是否会离开乐化，而是他的未来发展方向。毕竟，无论他身处何处，只要能够持续带来优质作品，展现更多精彩，就依然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王一博。不论最终结果如何，王一博已经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未来的路无论怎么走，他都值得被期待。而对于乐华来说，如何留住这位顶级艺人，或如何在合作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平衡点，才是他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。最后，作为观众和粉丝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选择，并继续支持他的每一次突破。希望无论是留在乐华，还是开启新征程，王一博都能继续发光发热，带来更多让人惊喜的作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